朋友们好，今天是3月7号星期一，欢迎来到远见快评，我是唐继远。普京入侵乌克兰的战争呢，打到今天啊，大众对这场战争的认知呢，其实也是在逐步的深入的。今天呢，我们要先来讨论几个一直都备受争议的焦点话题，比如为什么普京他反复的声称说乌克兰不是一个国家？为什么美国和英国在布达佩斯有答应了给予乌克兰安全保证，而却又拒绝出兵去保卫乌克兰？还有为什么中共他要逆势而动去力挺普京？他们究竟能够从里面得到什么好处等等？我觉得只有讨论清楚了这些问题，我们才可以看清楚，就是俄罗斯侵乌战争它未来的走向趋势会是什么样。我们呢，先从最新的这个第3轮谈判开始今天的话题。这个俄乌之间的第3轮谈判呢，就在今天举行，并且是刚刚有结束了。此前的3月5号的时候俄罗斯的外交部长叫做拉夫罗夫的，他就曾经表示说，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呢，试图在两国冲突之中呢，致力的去争取北约直接的一个支援，无助于双方的谈判等等。其实他指的呢，就是泽连斯基不断的在呼吁说北约希望在这个乌克兰的领空来设立一个禁飞区，但是呢，美国和北约呢，目前都是不支持的。原因其实很简单，设立了禁飞区，它就有可能导致北约的军事力量与俄罗斯直接的爆发冲突，那么这样就可能导致整个战争会升级，甚至演变成为第3次世界大战了。而就在今天的早些时候呢，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叫做佩斯科夫的，他也有表示说，俄方已经告知了乌克兰，如果说基辅这边满足4大条件，那么俄方就准备立即停止军事行动。这4大条件是什么呢？它分别是指：第一，乌克兰停止军事行动；第二，修改乌克兰的宪法以实现一个中立；第三，承认克里米亚是俄罗斯的领土；第四，承认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这2个分离主义地区为独立的国家。那么在今天的这个美东上午的9点，就是俄乌之间呢是正式的开始了这个第3轮谈判。谈判前有较为可靠的西方的媒体人士自己就在推特上直接透露说，俄方必欲达成的这种前提，除了刚才提到的4点之外呢，他们还提出了一条，就是呢可以承认泽连斯基继续担任乌克兰的总统，但是呢必须由俄罗斯来直接的任命一位亲俄人士，名字叫做博伊科的，让他来做实权的总理这个职位。当然，据说泽连斯基是毫不意外的就对此予以拒绝了。到目前为止，这个双方的第3轮谈判它已经结束了，相关的这些问题呢，仍然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结果。当然，刚才我们说了，它是不可能的，是吧？它只是在改善这种人道主义救援通道的物流运输上取得了一点成果。如果顺利的话呢，这条人道主义的走廊将从明天就可以开始运行。那么就目前战争的一个总的态势来看双方在战场上呢仍然是处于一种僵持状态，可以说是各有优势。乌克兰呢这边可谓是军民一心，士气高昂，外加呢有国际社会的大量的经济和军事的这种援助，而普京呢是仗着自己这种军事力量的规模庞大，虽然这个闪电战的计划已经破产，但是呢他仍然想要凭着这个实力的优势逐步的去蚕食推进。也就是说，他要打算呢迟早都会拿下基辅，即便最终不能够说占领整个乌克兰的全境，但是至少可以拥有半壁江山吧。那么军事上你没有大的进展，谈判就难以取得一个压倒性的优势，这个对双方来说都是一样的，对吧？所以呢，如果说这个谈判它最终是破裂的，那么双方围绕着基辅的控制权，它势必会迎来新一轮的更为激烈的攻防战了。一直以来在这个舆论场上都有一个非常流行的观点，就是认为正是因为北约的不断的东扩，刺激了普京才招致了普京入侵，去教训乌克兰。但是实际上呢，我们看到普京现在对乌克兰的这种行动，这种规模和他的意图，已经是远远超过了
教训一下的这种范畴。它的目标呢，更像是要控制甚至是占领整个乌克兰的。要说清楚这个问题啊，我们要先从一个标志说起。在这一次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战争中啊，我们经常在相关的视频或者是照片中呢，可以看到，在俄国的战车上面经常涂有一个 Z 或者是 V 这样的字母的一些标志，尤其是以这个 Z 字母，它是最具代表性的。这个标志啊，它不但是出现在俄军的军车上，包括俄军呢，也用那些被杀的乌克兰士兵的徽章，把它摆成一个 Z 字母的形状来炫耀自己的战功。还有包括是非军方的，就是民间的一些支持普京的狂热团体，比如说叫做普京守护者的这一类的团体呢，也把这个 Z 字作为自己的标志。俄国的一位体操选手叫做库里亚克的，他呢近日是在多哈的世界杯的这个颁奖典礼上啊，直接的把这个 Z 字就贴在了自己的胸前。甚至就连临终关怀中心的那些绝症儿童，也都在这个雪地上来摆出了这样一个 Z 字的字母形状。那么这个字母它究竟代表一个什么样的含义呢？可以说是众说纷纭。根据俄罗斯国防部啊，他们自己曾经在 Instagram 在上面有公开做出的一个解释，就说这个 Z 字母呢，它是俄文转换为英文的一个结果，它的意思呢就是指为了胜利。不管这个字母它究竟代表什么样的意思，但是呢，这个符号到目前为止啊，它已经成为俄罗斯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和民族认同的一种象征了。它也成为了俄国人支持普京入侵乌克兰的一个象征。这个呢，它从另外一个侧面其实就印证了俄国入侵乌克兰呢，它其实不仅仅是北约东扩这个地缘政治因素单一的这么简单。我们先来看一组这个数据啊，根据欧洲议会新闻社与俄罗斯的反对派的政治活动家他们共同进行的一个独立民调就有发现了，截止到2月26号到28号，有接近60%的俄罗斯人都是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的，反对者呢只占到了大约是34%。而在这个战争打响开战以后啊，有近50%的俄罗斯人对普京的看法都是倾向于更好，只有23%的对普京的态度是出现了恶化。尽管我们现在看到啊，在俄国有数十个城市都在持续的爆发这种反战的示威，而且至少已经有4000多人都被拘捕，但是俄国人支持普京的这个比例其实它是占多数的，恐怕这个是一个客观的现实。那么它为什么会在俄国社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现象呢？在这个背后啊，它当然是有媒体控制，就是对大众洗脑的作用。比如说有一位住在基辅的女子，她就告诉自己住在俄国的父母说，在这儿的平民呢正在遭到轰炸而又产生了伤亡，但是她的父母却拒绝相信，说俄军的军事行动啊不会伤及任何一个平民的。但是我觉得更主要的原因呢，是俄乌这两国的历史文化的联系呢，它造就了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就是使得很多的俄国人他就认为这个乌克兰理所应当的就应当和这个俄罗斯是融为一体的。这个基础就是普京一再的说乌克兰不是一个国家的由来。其实早在2008年，普京在当时就曾经对着时任美国总统的乔治·布什，也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小布什，他就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你必须明白，乔治，乌克兰甚至不是一个国家。”他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就是因为在很多俄罗斯人的观念之中啊，认为大俄罗斯、白俄罗斯还有小俄罗斯就是指的我们现在的乌克兰，这三部分呢，他们是共同组成了俄罗斯人民的这个概念。他们认为啊，他们都是历史上以基辅为中心的那个古罗斯开枝散叶所延伸出来的三个部分。但是到了近代以后呢，我们都知道乌克兰的这种独立的民族主义的运动呢，它是从大概19世纪就开始诞生了，一直是贯穿到了苏联解体的那个末期。
在这个期间呢，就是乌克兰争取独立的这种运动，它时强时弱，但是从未消失过。尽管俄乌呢曾经是有长时间的属于同一个国家，乌克兰的语言文化呢，它也有很多的和俄罗斯的交集的地方。在乌东地区啊，甚至有很多的民众，他们是具有一种双重的身份认同，认为自己既是乌克兰人，同时也是俄罗斯人。但是呢，就整体上而言，乌克兰呢，它仍然可以说是拥有自己非常独特的这种文化、语言、历史，还有以及身份的认同的。尤其是在这个苏联解体以后啊，乌克兰它通过加入欧盟等等这种方式去融入一个富裕自由的欧洲，已经成为了主流的民意。但是这种对俄罗斯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就是日渐的产生一种远离。这种方式呢，它却被普京为代表的这种拥有了俄罗斯帝国情结的人呐，很多这样的人，他们都把它视为是一种背叛。可以说，乌克兰民族的独立意识和这种普京式的俄罗斯帝国思维，它是俄乌纷争的最主要的思想文化的根源。刚才我们说了，普京他从2008年起就开始念叨说这个乌克兰不是一个国家，一直到他这一次开战之前的那个长篇的演讲，他始终都是贯穿了一个相同的脉络，这点是大家都看到的。他甚至都是重复着相同的措辞，对吧？这个就是众所周知的普京的那一番啊，自古以来乌克兰就如何如何这个论调的由来。但是呢，我们也都知道啊，历史它从来就不是永恒不变的，对吧？无论你俄乌之间的历史渊源曾经有多深，那么现代国际社会对一个国家主权地位的认定，它已经有了相当成熟完备的一个国际法的体系。这个是得到了包括俄罗斯自己在内的几乎所有国家是普遍认可并且遵从的一个规则。乌克兰啊，它虽然是苏联在1991年12月解体以后才正式独立出来的一个国家，但是在1991年啊，就是由俄罗斯、白俄罗斯还有乌克兰三方宣布建立独联体的那个别洛韦日协定，还有在1994年签订的布达佩斯安全保障备忘录，这个大家可能都知道了。这个备忘录呢，它使得乌克兰放弃了核武器，然后获得了美国的一个安全保证。还有就是在2010年，俄乌之间有相互签订一个叫做哈尔科夫协议的。这份协议呢，它解决了两国之间关于黑海舰队及基地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这三大文件可以说，它就是乌克兰获得自己独立主权与这个解决俄乌纷争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法律的依据。也就是说呢，乌克兰作为一个完全独立的主权国家的法律地位，它其实是获得了举世公认的，其中包括了联合国，也包括了俄罗斯自己。这一点呢，它绝对不是普京现在来一句啊，自古以来你就是属于我们的，你就可以把它给颠覆的。但是在客观上呢，普京的这种大俄罗斯帝国情节，它在俄国的确是具有相当的代表性的。尽管我们看到普京本人啊，他在意识形态上对共产主义所带来的祸害，他是有着相当程度的认识，但是呢，这并不代表他对苏联时期的那种大国沙文主义是有所排斥。比如说，早在2005年，普京就曾经有表示过，说这个苏联解体啊是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在2018年3月2号的时候，在加里宁格勒有举行的一个全俄人民阵线的会议上呢，当普京被提问说，如果能够回到过去，你希望改变俄罗斯历史上哪一件事的时候呢，他是这样回答的，他说，我希望防止苏联的解体。所以大家有看到了吧，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普京的那种帝国情节。从普京本次谈判他提出的这种漫天要价，我们其实也可以看出来，尤其是这个其中那个条款说俄罗斯来指定一位实权总理的人选这一条，
它显示出来什么呢？它显示出来普京对乌克兰的终极目的，并不仅仅是说发动一次军事打击来惩罚一下不听话的乌克兰，同时呢再警告一下北约，不仅仅是这样，它是要把整个乌克兰事实上的实现一个殖民地化的，是这个目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说，普京对乌克兰的入侵呢，它是一次俄罗斯版本的所谓的民族伟大复兴的一场豪赌。这个呢，可能是与他和习近平之间为什么能够达成一种相互利用关系的最大公约数，也是为什么中共的宣传立即的就把这个今日乌克兰映射到了明日台湾去的立足点。说穿了，就是今天中共支持了普京入侵乌克兰，那么明天普京就必须要支持中共去入侵台湾，双方都想借此来分别颠覆在欧洲以及印太区域的这种国际秩序，重建他们心目中的所谓的国际新秩序。这个因素可以说它是普京悍然发动侵乌战争的最主要的因素。为什么习近平他在冬奥会与普京会面之后，就乌克兰危机的立场就出现一个重大的转变，是吧？由过去的中立变为公开的去支持了俄罗斯。为什么中共迄今都不肯公开的去谴责普京的行为，说这是赤裸裸的侵略，反而呢还冒天下之大不韪，在经济上和外交上，包括国内的舆论引导上，都去力挺普京？其实最根本的原因就在这里，也就是说普京他对恢复大俄罗斯帝国荣光，所谓的民族复兴的这种冒险豪赌心理，他与中共在旁边的怂恿、共谋以及承诺经济支持，这两大因素才是造成入侵乌克兰的一个核心因素。那么为什么中共他去怂恿支持普京开战呢？在开战前要是站在中共的角度呢，他们认为至少可以得到4大利好。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战争呢，它必然会导致欧洲格局的重组，美国的焦点必然就要转移到欧洲去，那么中共这边的压力会大幅的减轻。第二点呢，就是中共认为他们放弃中立去支持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那么将来俄罗斯就会放弃中立来支持中共入侵台湾，双方呢在面对制裁的时候就可以产生一种互助的作用。第三一点呢，就是俄罗斯受制裁以后它在经济上其实是不得不加深的依赖于中共，这其实是导致了中俄关系这种主导地位产生了一种互换。第四一点呢，就是国际社会呢为了促成俄乌之间的停火，不得不有求于中共来出面去调停，这个等于是国际社会让渡了一部分话语权给了中共。那么这场战争打到现在我们看到中共真正的称得上是收获的，其实只有刚才提到的第3点和第4点。现在我们看到呢，的确是美国和欧洲都不得不和中共来沟通了，就是希望中共出面去扮演一个调解人的角色。那么前面2点呢，中共可以说都是收效甚微的，甚至可以说得到的是反效果的。就是说欧洲格局现在它是重组了，但是它的重组呢，却是加重了对俄罗斯的合围。美国其实并没有分出多少精力去，反而是中共不得不自己去分心，去应对为俄罗斯背书而在欧洲所面临的压力了。至于说台海的形势对中共更是不利，现在日本和澳大利亚我们看到已经开始在加强军力的投入，台湾更是有可能得到美国的支持而更加清晰化的这样一种利好。我们看到现在美国2党的重磅人士是竞相访台，蓬佩奥甚至公开的呼吁说承认台湾，承认中华民国，可以说就是一个信号。也就是说这种结果呢，它只会大幅度的增加中共未来去入侵台湾的成本。中共现在热炒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它实际上真的就是在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我们不要忘了中共那个所谓的国师金灿荣，他不是有曾经提出过吗？说要确保给美国树立至少4个敌人的疲美之计，就是疲倦的疲疲美之计。
在他的这个所谓的计策里面，候选名单上面的第一个美国的敌人就是俄国。因为这样做呢，它既可以分散美国的焦点，又可以借刀杀人，就是假手美欧去削弱俄罗斯，减轻俄罗斯对自己的威胁和压力。所以我们才说，中共扮演的角色呢，它其实才是促成，甚至可以说是诱骗普京下定决心入侵乌克兰的第二个重要因素。那么第三个因素呢，可以说就是美国对俄罗斯战略的一个重大失误。尽管我们从这个组织属性和加入的条件上来看啊，整个北约组织它的本质上呢，其实是一种防御性的机制。但是北约呢，它不断的接纳东欧国家的加入，尤其是包括了与俄罗斯直接接壤的波罗的海3国的加入，这个在地缘政治中，它的确就表达出了一种信号，或者说是一种敌意。至少呢，它是对苏联已经解体之后处于一种半民主化的俄罗斯来说，这是一个严重的不信任的、充满敌意的信号。此外呢，美国从奥巴马时代开始起啊，就定下了一个非常错误的战略方向。什么错误呢？就是他们把美俄关系是定义为对抗关系，把美中关系却是定义为是竞争关系。这样在我看来，整个就是颠倒的。尽管在川普时代呢，对此是进行了大幅度的纠正，是吧？就是它缓和了美俄的关系，让美国上下呢开始真正的清醒过来，意识到中共才是美国最大的威胁。但是拜登上台以后啊，我们看到他在相当程度上又回到了过去奥巴马的那个老路上面去，把普京视为敌人。结果呢，就使得在川普时代都还在公开的声称说要坐山观虎斗的普京呢，最终是走向了去与中共互相的利用。这个战略失误的后果呢，它其实在美国也是有不少的有志之士早就已经察觉到的。比如说啊，早在1998年的时候啊，当时啊，美国的参议院是正式批准了北约的第1轮东扩，才是第一次，就是接纳了波兰、匈牙利和捷克加入到北约。结果呢，被誉为是冷战时期美国成功遏制苏联政策的设计师，就是这个人叫做乔治·凯南的。他在当时是已经94岁高龄了，但是他仍然可以说是思维敏捷的。这位在当时堪称是首屈一指的俄罗斯问题专家呢，他就对着记者说，这是一场新冷战的开端，是一个可悲的错误，俄罗斯将会做出不好的反应。凯南同时还表示啊，说参议院当时在辩论中啊，把俄罗斯说成是一个极想要攻击西欧的国家，这是一种无知的表现。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讨论话题的第3个要素，就是美国与北约的战略错误呢，最终是成为了普京大举入侵乌克兰的导火索。这个责任拜登啊，他至少是要去承担一部分的。我们看到美国现在对乌克兰的这种大力的支援，其实它只是一种弥补之举了。当初美国对乌克兰承诺的是一种安全保证，在英文单词里面呢，它是这个 security assurance， 是这样的一个单词，而不是安全担保，这是2个不同的概念。前者呢，它不需要获得参议院的同意，它也不直接涉及到使用美国的军事力量。而后者呢，就是安全担保呢，它是专门用于北约各国等相关的情况的，就是这是需要参议院同意的，它包含了可以直接的动用美国军事力量的这样的含义。这2个单词的语义差异呢，在当时是有获得了俄乌2国的认可的，就是美国对乌克兰呢，它只是一种安全保证，而非安全担保。好的，我们在最后呢，再简单的小结一下。普京啊，之所以悍然发动侵乌的战争，它应当是乌克兰越来越大的离心力所导致的大俄罗斯帝国情节的一个破碎，还有包括中共这种不怀好意的怂恿，以及经济的托底和支持，最后再加上了美国北约战略基点的一个错误所点燃的这根导火索，就是这3大因素综合一起作用的结果。但是我们把话说回来，就不管你有多少客观的原因，
严格的说，都不是普京发动一场侵略战争的理由，对吧？毕竟呢，在当代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你要追求民族的复兴，你都应当是立足于自己国内，你去励精图治，去着意民生，这个才是真正的恢复大国荣光的一个王道。你一味的对外去扩张逞强，去恃强凌弱，必然只会落得失道寡助、空前孤立的一个结果。也就是说呢，你不但得不到想要的那个荣光，反而呢，只有被千夫所指的耻辱。其实可以说是极其的得不偿失的。我们说啊，这个乌克兰在过去它是很亲共的，他们输送了大量的军事科技，帮助了中共的崛起。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乌克兰转眼就被中共出卖，背后捅刀。由此呢，他们才有了一个多么痛的领悟。其实我们回过头来看看，普京何尝不是这样呢？他落到今天这样的一个田地，固然是自己判断失误，但何尝又不是交友不慎，被中共当了枪使的一个结果呢？好的，今天呢，我们就暂时聊到这里了。谢谢各位的观看，我们下次再见。